如果此时的萧炎还苏醒着，恐怕会直接喜得蹦上天去吧。没想到这一次萧炎真的又收服了第2道3昧神火本源，当然这也是全托他此刻处于半昏迷的奇异状态下，不然的话这无所事事的神元之火本源也绝对不会如此好心的用自己的能量来替萧炎修补被自己灼伤后的身体。此刻萧炎体内的神元之气也达到了第2序列神巅峰的层次，但是那股磅礴的神元之气还在不断的往上飙升。随着神元之气会不断的变强大时，萧炎那刚刚昏迷的神智却是骤然一颤，然后也是迷迷糊糊的苏醒了过来。在萧炎苏醒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是利用神境灵魂检查体内的器官是否完好无损，毕竟在炼化神元之火的时候，对方如此的发起反抗，直接让的萧炎感到无比的吃惊。同时他的器官和皮肤都受到了来自神元之火的反噬之力，不过好在托焚神之力的福，最终让萧炎坚持到了最后，才只是半昏迷了过去，不然的话早已经被焚烧成虚无。在萧炎那神境灵魂的迅速扫荡下，体内焕然一新的一切东西让得他有着一时的震惊失神。不过当他的神境灵滚在扫过体内各处的时候，发现了粉色的火种，他正悬浮在神元之气的气旋中，心中先是怔了一怔，旋即一抹难以掩饰的狂喜涌上心头。没有任何的思考时间，萧炎的神境灵魂猛地冲撞进神元之气的气旋之中，最后那神境灵魂则是毫不犹豫地对着那神元之火迎面碰撞了上去。在神境灵魂力量撞击的刹那，萧炎的脑袋中瞬间有着一道雷鸣般轰然炸响，旋即一阵剧痛之感传遍全身上下，特别是他的脑海仿佛是被撕裂了一般。萧炎捂着自己的脑袋，咬牙忍受剧痛之时，神元之气的气旋中那道神元之火此刻在神境灵魂的影响下，被那恐怖的神元之气的气旋给全部吸了进去。那神元之气的气旋将神元之火的火种吸纳进去后，体内便是陷入了完全的寂静当中。这也是萧炎将神元之火炼化成自己本源火种的最后一步，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接下来萧炎需要把神元之火强行压迫进入神元之气所形成的一个空间中，只有将神元之火完全收纳进入神元之气中后，才是真正的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本来这最后的一步就是极为的艰难，如果一旦失败的话，恐怕将会神火给反噬。因为萧炎先前那半昏迷的奇异状态，这神元之火清不仅无聊的将他的身体修补完全，而且还没事干的让自己跑到那神元之气的气旋里，所以这才使得萧炎只是在付出了极为微小的代价下，将这炼化的最后一步完美的结束了下来。不得不说，这是萧炎的一种极其幸运的机缘。焚诀空间的上空，焚老悬浮在半空，他凝望着下方那粉色火焰，手指轻轻地弹动着，半晌后他的脸上挂着一抹笑容，因为他感受到了粉色火焰内有一股气息逐渐的在变强大。这股气息好像是那小家伙的，而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正在变强，而且并非是一点点。如此看来，突破到第1序列神已经毫无悬念了。这神元之火的本源还真是狂暴无比，不过好在最后这小家伙还是成功了。粉老高兴地摸了摸自己的那枯黄的胡须，笑了笑，将目光再度投向那表面泛起阵阵涟漪的粉色火焰之上，双手插在袖间，安静地等待着萧炎化茧成蝶。下方那粉色火焰随着能量涟漪波动的速度越来越剧烈后，其上便是出现了1道2道直至数道的扭曲波动下，一道火焰的焚烧之声悄然地在焚诀空间中回荡着。粉色的火焰在这数道扭曲的波动下，其上所携带的炙热高温也立刻将空气都融化蒸发了一般。最后那粉色火焰扭曲到极致的时候，猛地剧烈熊熊燃烧起来，持续了片刻的时间。在那某一刻，粉色火焰竟是被萧炎给快速的吸纳入体内。随着粉色火焰入体，一尊完美的粉色火莲花逐渐升腾而起。粉色火莲花上此刻正在盘坐着一位全身赤裸的男子，微闭的眼眸微微颤动间，下一刻猛地睁了开来，漆黑如墨的双眸中竟是有着淡淡的粉色火焰缭绕着。半晌之后，忽然暴涌而上，竟然是将整个眸子都遮掩而下。一时间，萧炎那原本的漆黑瞳孔竟然是直接变成了粉色，看上去隐隐有股奇特的感觉。粉色眼瞳中的那道粉色火焰并未持续多久，便是逐渐的消退。待得粉色火焰完全退去后，萧炎的双眸再度恢复到了漆黑，只不过现在的这双眸子似乎比之前更加的明亮了许多。睁开双眼，萧炎扭动了一下自己脖子，然后萧炎深吸了一口气，满脸的舒畅与陶醉，低下头看了看自己那身白皙的皮肤，脸庞上不由得浮现许些激动之色。小家伙，我看你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围着萧炎盘旋了几圈后，粉老望着他那没有丝毫伤痕的白皙身体，微笑道：“我感觉我已经晋升第1序列神了。”说着，萧炎缓缓地从粉色火莲花上站了起来，然后紧握自己的拳头，仿佛只要他轰出自己的这一拳，就能够爆发出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威力。果然不如我所料，已经成功突破第1序列神的领域了。让我感受一下你刚晋升第1序列神的威力吧。粉老在一旁也是露出一脸期待之色，沉吟道。萧炎点了点头，身体渐渐地紧绷而起，瞬间一股比起3个月前强了不知有多少倍的强大气息猛然从其体内暴涌而出，通过手臂上的经脉后
萧炎那紧握的拳头狠狠地对着焚绝空间的一处山峰轰了出去，一股可怕的力量直接洞穿空间。下一刻，那座高大的山峰顿时间就被轰成粉碎，无数落石也是散落一地，并且在击碎山峰的瞬间，还有所剩的能量直接冲进了后方的大海之中，顿时间掀起了万丈高的骇浪，朝着远处狂涌而去，使得焚绝空间中也散发出萧炎那第一序列神的可怕力量。微眯着眼眸，感受着萧炎所爆发出来的这股可怕力量，焚老也是满意的点点头。的确，这是只有第一序列神才拥有的强大神之力量。小家伙，你已经成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你的天赋还真是让我都刮目相看啊！听得焚老此话，萧炎也是微微一愣，旋即一抹喜意涌上自己的脸庞。没想到这炼化神元之火竟然还真的突破到了第一序列神，这个境界乃是曾经圣族之神以及先天神都想方设法都想要突破的境界。如今对于萧炎而言，不需要计划数万年就能够靠着神元之火本源让其突破到第一序列神，并且仅仅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达到第一序列神。这般修炼的速度，要是给其他序列神看到，足以让他们大吃一惊，简直都不敢去相信，竟然有如此天赋变态之人。要知道，一般第二序列神突破第一序列神，就算一些天赋极佳之人，也需要数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而萧炎靠着神元之火的本源能量，仅仅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突破。当然，焚诀内的时间相当于外界3年的时间。如果萧炎这次突破是在外界突破，则是需要3年的时间，但他在焚诀空间里就仅仅待了3个月时间，因为焚诀空间里的时间流速是外界的数10倍。这般好处的焚诀空间，整个第1等级世界也只有萧炎一人而已，更不会有第2个人的存在。当年焚诀功法是要老所赠送，结果如今在这神之路上的修炼帮助，竟然比起那时候更加的体现出焚诀的强大之处。在斗气大陆时，焚诀还只能是融合多种异火的一个能力，现在则是拥有了焚诀中更多的能力，比如焚诀空间、焚老以及焚神诀，而焚神诀才是焚诀的完整版。所以也就是萧炎拥有焚诀的缘故，他的实力与天赋也是远超很多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当然，不是只要夺得焚诀功法就能够修炼焚诀，只有被焚诀所选择之人才能够修炼焚诀功法，而萧炎就是焚诀真正选择的那个人。被焚诀选中的人还真是幸运。我虽为焚诀之灵，但是我知晓，只有被焚诀选中之人，日后的潜力将会无可限量。小家伙，你真是我都很少遇见的天命之子，甚至也很有大的几率能成为纪元之子。萧炎全身上下都是透露着让焚老满意，按照这样下去，或许萧炎还真的有可能成为纪元之子。不过想要成为纪元之子的话，目前以萧炎的天赋来说，仍需要很久的时间。目前焚老也只是在萧炎身上看到一丝成为纪元之子的希望曙光，并不能保证萧炎以后会100%成为纪元之子。焚老夸奖了，如今3昧神火已经让我收服炼化了2道本源，还只剩下最后1道了。如果将那最后1道的3昧神火本源吸收炼化的话，那么就能够突破第1序列神之上的天位神。萧炎想到这里时，就想起了天神山之仇，当时自己差点被神器联盟的天翼神君所抹杀，要不是最后焚老救了自己，恐怕早就已经死在天翼神君的手里了。这仇必须要报。当时自己的实力与对方差距悬殊，的确没有办法可以击败对方，可是如今自己也已经一步一步的登上新的高度，再过些时间吸收3昧的最后1道神火本源，就有突破天位神的资格，到时候萧炎就有100%的把握击杀天翼神君。想要从萧炎这里夺取神火和焚诀功法，想都不要想。当年就是因为实力上差距悬殊，才让的自己必须学会隐忍，而如今自己已经踏足了第1序列神，距离天位神又近了一步。想到这里，萧炎捏紧拳头，他的眼眸中散发出一道炙热的粉色火芒，而这就是萧炎刚刚所炼化收服的神元之火。在这3个月吸收神元之火的时间里，萧炎也将神元之火的神火神技也已经修炼。神元之火与暮光之火的神技不同，暮光之火可以让对方的视线受到暂时的失明，而神元之火的神技则是可以入侵对方体内，分解对方的神力，使得对方的神力在一时间无法发挥到极致，相当于神元之火可以削弱对方的神力。在神力被分解的情况下，萧炎就能够越级挑战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如果再配合暮光之火的神技，2大神技配合起来施展，那么对于萧炎来说，无疑是添加了一个强大的招式。如今萧炎根本就不需要其他的神技，自己就已经拥有诸多种神火神技，9道神火至少都拥有1道神技。如果后期将9道神火全部炼化吸收的话，萧炎就身怀了9道以上的神火神技。我相信你突破天位神也是指日可待了。比起其他神奇修炼者，你可谓是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他们。虽然在第1等级世界拥有非常磅礴的神元之气，可是比起神火本源的能量吸收，自然是后者更加的精纯，可以通过神火本源自动提升神力修为，而且速度比神元之气快上很多很多。瞧得焚老那惊叹的有些不可思议的模样，萧炎也烧了烧头。拥有焚神诀的确能够让自己的神力修为实力变得更加强大。萧炎炼化神火所带来的好处是一种长久性并且隐性的
在日后的岁月中，随着对这些神火的掌控，也会更加的熟练一些，所得到的好处也越大，并且也同时能够提升自己的神力修为。在炼化神火后，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神火的本源可以提供比神元之气更加精纯的能量，使得自身体内的神力变得更强大。这也就是为什么诸多天位神都垂涎神火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神火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提升实力，而且那种提升的速度比起神元之气也会更加的快，所以也让萧炎在借助焚诀空间的3个月时间里，顺利的突破到了第一序列神。目前突破到第一序列神，我也已经非常满意了。至于天位神，我还需要沉淀一下第一序列神的能量。如果又在短时间内去提升神力修为的话，我的身体也会不适应那种新的强度。虽然炼化神火本源能够提升自己的神力修为，可毕竟不是自己一步步走上去的，那台阶也不太稳定，神力也会变得虚浮。与同等级的对手对战，恐怕也会因为神力的虚浮不敌对方，那么到时候也是相对非常的危险。萧炎笑了笑道，脸庞上的满足也并非是装出来的，而是他实实在在就是如此。不错不错，小家伙竟然还知道适可而止，真是让我都刮目相看了。闻言，冯老的眉头一挑，略微诧异的笑道，显然他对萧炎刚刚所说的这一番话也是颇感欣慰和满意。毕竟的确大幅度提升实力是很多神奇强者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能够做到萧炎这般适可而止和满足的，则是极少数的存在。嘿嘿，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萧炎耸了耸肩，微笑道，好，试试你的本神元之火的本源力量吧，这是你三昧神火的第2道本源。冯老也是笑着点了点头，也想感受一下神元之火的强大。闻言，萧炎的脸庞上顿时涌上一抹难以掩饰的兴奋之色，因为他收服了神元之火的本源后，他对神火力量的掌控也是更加之强。旋即，萧炎搓了搓手，右手缓缓探出，眼眸逐渐出闭上，心神在体内急速闪掠，将一道命令发送了出去。随着这道命令的传出，身体内部在同一时间便是有了强烈的反应。只见那神元之气的气旋中央位置，一道微弱的小光点微微一颤，一缕粉色火焰猛地暴涌而出。粉色火焰穿梭过神元之气的气旋，顺着体内的数道经脉飞速流淌，眨眼时间后就来到了手臂的经脉之中。原本微闭眼眸的萧炎猛地睁开双眼，粉色的火焰再度从眼眸中闪掠而过。与此同时，萧炎的拳头猛然摊开，掌心朝上，脸庞上涌现一抹激动，喝道：“神元之火现！”随着萧炎的喝声落下，右掌微微一颤，下一刻，那汹涌炙热的粉色火焰瞬间腾烧而出，然后飞快地将手掌包裹其中。萧炎站立在悬空的粉色火莲花之上，微微摊开的手掌升腾着诡异又强大的粉色火焰。这一幕隐隐有着一股震撼的视觉之感，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手掌之上的粉色火焰。萧炎嘴角浮现一抹浅浅的弧度，片刻之后，弧度逐渐的扩大，轻笑从喉咙间传出：“神元之火，我终于收服你了！”哈哈！瞧得那如此兴奋的萧炎，冯老微微笑了笑，并未开口将他阻拦。毕竟这一次收服这一道神元之火，也受到了焚烧断体之痛。今日终于将之前付出的都得到了回报，让得他发泄一下情绪，倒也挺好的。萧炎那嘴角带着一抹笑意，低头望着那不断开握的手掌，炙热的粉色火焰在其上缓缓地升腾着。由于现在已经彻底地炼化了神元之火的缘故，现在的神元之火并没有再给萧炎带来任何的炽热高温以及不适的感觉，但那股炽热却是没有让别人感受得到，并且只要经过一些时间的熟练操控，萧炎相信自己对于火道造诣将会达到更加之深的程度。粉色火焰在萧炎的指尖上跳跃着，偶尔窜上半空的粉色火苗，便是立刻展现出了属于他的恐怖气息。只见萧炎那手掌之上半尺处的空间，竟然直接被粉色火焰所散发出来的炽热温度焚烧的有些扭曲起来，一层层热浪腾上半空之中，导致视线也是逐渐变得模糊。萧炎看了看自己的拳头被粉色火焰所覆盖，轻吐了一口气，身体沉寂了片刻之后，脚掌猛地踏在粉色火莲花之上，身体顿时犹如那离弦的箭枝一般，迅速闪掠至另一座山壁之处，拳头带起一股炽热的劲风，狠狠地砸了上去。拳头接触到那所谓的坚硬山石时，粉色火焰那炽热的高温立刻便是将山石以及山壁都融化出了一个空洞，拳头顺着空洞狠狠地砸了进去，瞬间一道闷声自其中响彻而起，一条条山体裂缝从那坑洞为中心急速地蔓延而开，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便是遍布了整座山峰之壁上。萧炎缓缓地吸了一口空气，望着面前这即将崩碎的山壁，脸庞上浮现一抹惊喜，咧嘴笑了笑。在萧炎后退的片刻间，面前那已经被无数裂缝所布满的山壁，在那轰隆的爆炸声中碎石开始四溅，下一刻便是轰然倒塌。随手挥出一股劲风，将迎面扑来的炽热冲击波抵挡而下。萧炎望着那已经变成一堆无数碎石的山壁，扭了扭脖子，略微有些惊喜，一抹笑意也是涌上心头。神元之火果然强大，自己体内的火焰力量以及速度都是变强了数倍不止。先前那一击，若是换作以前的话，萧炎如果不使用神怒火莲的话，是不可能有这般破坏力。而如今，萧炎仅凭借着神元之火的分解能力，就将整座山峰瞬间击垮崩塌。相比较之前的暮光之火，这神元之火更是适合战斗。
如之前那神元之火本源所说的一样，实用性比暮光之火更好。萧炎在心底里赞叹了几声后，手掌随意的挥了挥，其上面所覆盖的粉色火焰缓缓的内收敛，将手掌之上的粉色火焰收回后，略微的查探了一下体内，眉开眼笑。因为此时萧炎体内足足有着4种火焰：地炎、幻虚以及三昧神火的2道本源火种，暮光之火和神元之火。如果后期再将三昧的第3道神火本源收服炼化的话，那么三昧神火就完整了。到时候三昧神火将会是萧炎的强大底牌之一了。但是萧炎也想过，随着自己体内的火焰越来越多，那么对于自身的神力要求也会越加的苛刻。如果想要彻底的将这些火焰力量释放到极致，则是需要更多的神力来催持支撑。所以接下来想要的目标就是超脱第一序列神，将自己的灵魂蜕变成神魂，纳入神界天位，成为比第一序列神更强大的天位神。小家伙，你还需吸收最后1道三昧神火本源，就能够让焚神九火激活出新的力量。听得粉老的话，萧炎眼睛顿时闪过一丝精芒。的确，如果得到完整的三昧神火，萧炎就能够让焚神形态下的自己爆发出焚神九火中的2火之力。如果真的能够激活出焚神2火之力，那么萧炎挑战天位神恐怕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想到这里，萧炎对于三昧神火的最后1道本源更加的灼热起来，恨不得现在就将其收服炼化。随着自己对天位神的越来越近，萧炎体内的那一股热血开始沸腾起来。不过也不用太着急，反正你现在已经彻底的炼化了神元之火，先将其稳固了一段时间，到时候再去将第3道三昧神火本源将其吸收。我相信你这小家伙一定会顺利的纳入神界天位，成为天位神的。粉老看穿了萧炎心中的那一份灼热渴望，也是对其劝导。毕竟萧炎吞噬炼化第3道神火本源是迟早的事情，吞噬神火这种事情讲究是一个平衡，搞得太急还反而会起反噬作用，到时候就不值得了。我明白。萧炎当即点点头，他也知道心不能过于急。既然如今你也已经炼化了神元之火，那么现在就出去吧。粉老觉得再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便是出声说道：好，这一次帮神龙族解决了万兽之源的隐患，就要看看对方究竟有没有与此前所说的一样，放下野心，造福生灵万物。萧炎站在焚绝空间内，抬头望向虚空，仿佛也是有些期待神龙族真的能够放下统治万兽神界的野心，与他们一起共同创造万兽神界的和平未来。下一刻，萧炎微微的笑了笑，旋即挥手就将神元之火收入体内，然后脚尖点在大地之上，身体宛如一片柳絮，轻轻地飘出了焚绝空间。与此同时，神龙族的这3个月时间里，也感到了一丝不安，因为自3个月前萧炎被神火吞噬进万兽之源中后，就没有任何的动静，而且万兽之源的兽心本源更是被神火本源吞噬了更多面积的范围，并且神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都已经认为萧炎已经被神火吞噬陨落，不然的话，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没有一点萧炎的任何消息，仿佛就人间蒸发了一样？甚至后面神龙也已经派出族长的神兽强者进入万兽之源一探究竟，可是其中充斥着极其可怕的炙热火焰，很难靠近万兽之源的中心位置，所以这3个月也让神龙族上下都感到非常的头疼。本以为萧炎出马就能够将神火本源收服，解决万兽之源的问题，可如今不要说能否解决，就连萧炎的生死都无法判定，并且这3个月以来，神火本源对万兽之源中的兽心本源入侵的越来越严重，导致他们神龙族上下所有的神兽之人实力大大的减弱，血脉力量都开始跌落到比以往层次更低的状态。如今神龙族的万兽之源已经被神火入侵的较为严重，比起之前祖龙族的万兽之源，前者更加的危险。如果不在这期间解除万兽之源的隐患，恐怕过个数千年，他们神龙族的底蕴将会彻底的跌落。这种情况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毕竟他们这些神兽真正力量皆是来源于他们这些万兽之源内的兽心本源所提供，所以这一次神火本源加大对兽心本源的侵蚀后，他们整个神龙族上下的族人都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就算是神龙族的神龙大人都拿他没有一点的办法。就在神龙族有些失望绝望之际，今日的清晨，当太阳光照射大地时，很多神龙族之人竟是异常的兴奋和激动，因为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昨天他们体内的血脉力量都已经跌落很多，当现在他们醒来时，他们体内的血脉力量仿佛被打了鸡血那般直接飙升起来。这事情一发生，瞬间让神龙族上下甚至每一个角落中都充满着激动和喧哗之声，顿时让原本都沉静下来的安静气氛瞬间给打破。在神龙族突然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也是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传播开来，他们所有的神龙族之人的血脉力量开始有着恢复提升的迹象，而且比起之前的更加的强大，甚至还没有停止的迹象，血脉力量一直在飙升，也是让他们大为吃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萧炎成功的收服了神火本源？但是想来也不太对，萧炎这3个月没有任何的消息，更多的猜疑是萧炎已经被神火吞噬陨落。如果是被神火吞噬陨落的话，那么今日他们的血脉力量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究竟那万兽之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神龙宫殿中，这里已经汇聚了神龙族核心的成员。在这些神兽之人的最前方，一位红袍男子坐在一张龙椅之上，他的右手掌心中有2颗龙眼一般的珠子，正在手中不停地来回打转。此时，下方的一位核心神奇强者站出来，拱手说道：“神龙大人，我们的血脉力量仿佛逐渐开始恢复过来，这是什么情况？难道真的是那人类小子收服了神火本源？”此话一出，不少其他神兽强者也是一脸疑惑猜疑。而坐在龙椅上的神龙沉默了一会儿后，再缓缓出声道：“依我看，也极有可能是那人类小子的原因。我已经派人过去确定，是不是那人类小子做的。”而当神龙的话音落下之际，神龙宫殿的大门口便是掠进3道急促的身影，然后对着神龙拱手道：“拜见神龙大人，万兽之源的事情，我们已经去查清楚了。”你们查出了什么？神龙大人已经做好了洗耳恭听的准备，期待对方接下来所说的话是否与自己所想的一样。回禀神龙大人，刚刚我们3人对万兽之源内部探查，发现其中的神火本源已经彻底的消失不见，反而那被神火吞噬的兽心本源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恢复着。